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喜欢6年的女神今天订婚了，她给我发了一张电子邀请函，连我的名字都写错了。可然后我仍旧决定去看看。为了不抢风头，我换了一身低调的衣服，直接从地下停车场坐电梯上去。刚到包厢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调侃：“陆展今天来吗？好想看看他见到静雯什么表情。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在发传单呢，是我知道的那种小传单吗？”众人肆无忌惮嘲笑，而我就是陆展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包厢开了一条缝，梁静雯一身剪裁得体的红色礼服，尽显身材。精致的妆容让人一眼就看见。此时坐在同学中，故作大方道：“你们别这么说，人家陆展也是为了生活。静雯，还是你大度。是啊，被那么个赖皮狗骚扰6年，换成是我都做噩梦。”我不禁紧蹙眉头，直接打开门走了进去，对上一双双错愕的眼睛，我声音沉稳：“做噩梦？那你一定是做了亏心事。”女人正要动怒，梁静雯拍拍她的手背，看见我时立马堆砌假笑：“陆展你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赶不过来呢，毕竟今天是工作日，你请假不太方便。”“是啊，我确实不太方便。为了参加他的订婚宴，我特意把帕拉梅拉换成奥迪。”“陆展，坐这里。”人群中一张圆圆的脸上绽出笑容，招呼我过去坐。我点点头，坐在他的身边。四周涌来无数好事者。“陆展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当初你追了静雯那么多年了，现在有女朋友了吗？”“陆展，你也不小了吧，别那么挑，人家追了校花那么多年，眼里还能看得上其他女人。静雯现在是听风科技的儿媳妇，陆展这样的怎么配得上？”一旁的圆脸姑娘脸色涨红。“那又怎么样？陆展靠自己也不差啊，你们干嘛这么说人家？”周围一片鄙夷。我拍拍他：“不必在意，他们说的没错，确实不配，只是梁静雯配不上我罢了。我是高中时转到这座城市的，刚转来什么人都不认识。梁静雯是我邻居，初次见面，她笑容满面，得知我们在一所学校，自来熟一样拉着我的手带我参观校园。那时梁静雯热情爽朗，我很快被她吸引，又通过她认识了不少朋友，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，其中就有沈旭东。是他察觉到我喜欢梁静雯，鼓励我大胆追爱。朦胧的爱意夹杂着蠢蠢欲动的心。我胆小，写好之后连同巧克力盒子攥在手里，怎么都不敢送出去。我担心一旦被拒绝，以后就再也没机会跟他做朋友了。沈旭东主动帮我送情书，我写了6年，追了6年。梁静雯的态度若即若离，那会我以为她是害羞，殊不知沈旭东在人后大肆取笑我。我的每一份情书都被他拆开，跟梁静雯一起品鉴。等我知道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我去找梁静雯，约她一起看电影，在她家里看见沈旭东搂着亲吻，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是个小丑。我冲上去质问，梁静雯却坐在沈旭东怀里鄙夷不已：“陆展，你怎么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？你也配跟你做朋友？还不是因为我跟旭东吵架？你既然来了，那就玩玩喽。说起来还要感谢你，不是你，旭东也不会这么在意我。”沈旭东一言不发，面对我的怒火，他出奇的冷静。我不记得自己当初怎么逃出来的，只觉得自己再次被抛弃。我只晓得逼着爸妈搬家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今天过来
只是想看看。梁静文坚定不移选择沈旭东。如果知道听风科技的命脉攥在我手里，他会怎么办？梁静文已然不知。他看着我，眼神一如既往高傲。或许我这样的在他眼里从来都不是第一选择，不过不要紧，那都不重要。陆展，你别听他们的，都是一群拔高踩低的人。这时，身边的圆脸姑娘安慰我，我不由侧目，记忆中的那张笑脸跟现在重合。陈元，你现在在哪里工作？我记得你好像是设计专业吧？陈元人如其名，圆脸可爱。高中时候，他是我的后座，不怎么说话，但是笑起来眉眼弯弯，也是为数不多对我绽放善意的人。陈元点点头，对，小公司做设计，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吗？正在招设计主管，薪水可以谈。我掏出手机跟陈元加了微信，有同学看见了，不由得大声嘲笑：陆展，这么快就换了目标，看来是真的急了啊！我抬头看着他，面色淡漠：你得了狂犬病吗？看谁都要咬一口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脏。同学之间加个微信就是看上了。那你刚才舔着脸跟梁静文要电话号码，是不是看上了？可惜人家有主了。他气得脸色涨红，无言以对。梁静文看了过来，陆展，好了，都是同学开个玩笑，你该不会这么计较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跟陈元挺般配。不如今天借着这个机会，你们俩好好了解一下。瞬间，陈元脸色有些尴尬，而我则眯着眼睛。当然，志同道合的人当然聊得来，不像你，眼光一如既往的差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这时门外走进来一行人，为首的正是沈旭东。几年不见，沈旭东倒是一如既往帅气。他赶紧迎上去，依偎在他的怀里。旭东，陆展来了，刚才还说我眼光差呢，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。沈旭东看见我，眼神中闪过一丝上位者的倨傲。他拍拍梁静文，别放心上，随即主动掏出名片。毕业几年没听过你的消息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工作上有什么麻烦打个电话。看在老同学的面上，我帮你。我挑了挑眉头，上面写的是听风科技总经理。我不由得嗤笑，将名片扔在桌上。沈旭东顿时脸色不愉，怎么，你看不上？梁静文更是不屑，陆展，都多大的人了，可别意气用事。我们旭东不是什么人都给名片的。就是陆展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听风科技可是行业标杆，你要是进了听风科技，那可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沈旭东现在可是本市杰出青年，今年的校招多少学生都想应聘呢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沈旭东被人捧着，顿时脸色好了很多。你们别这么说他，毕竟以他的能力，恐怕都不敢进去我们公司。我理解，层次不够吗？闻言，我点点头，确实层次不够。沈旭东，你跟我比，的确不够格。陆展，酒还没喝你就醉了吧？沈旭东目光鄙夷，给你机会你不要，到时候别跪下来求我。我不禁失笑，这家伙还是那么臭屁啊！陈元在我身旁帮腔，沈旭东，同学一场，没必要这么踩吧。再说，如果是我也不会去听风科技的。我有些意外，听风科技确实风头正盛，只是那里早就有问题了。难道陈元也看出来了？沈旭东对此嗤之以鼻。今天我心情好，不跟你们计较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世界首富呢，那么狂，你跟我计较，看看能不能弄垮我啊！这句话顿时让沈旭东愤怒。陆展，你哪家公司的？
信不信我一句话，就让你滚回家啃老？不对，你们家也没得啃。我挑挑眉头，风展集团，你去看看能不能说得上话，让我滚蛋。闻言，沈旭东的脸色顿时变了。风展集团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顿时舒展眉头。风展集团是业内最大的科技公司，能进去工作的都要海归博士，要么就是985的。你一个普通野鸡大学，该不会是在里面当保安吧？顿时四周一片哄笑。陆展，道歉吧，不然保安都做不成。是啊，陆展，以前年少轻狂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人家都要结婚了，你在这斤斤计较，还是不是男人？打肿脸充胖子，没必要啊。他们一个个的都看着我，我对着沈旭东，你这么想我的，真可惜，我是真心来参加订婚宴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走，不过你别后悔。切，陆展，如果你是故意这么说，想要引起我的注意，那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心机了，承认吧，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，你都不配。梁静文面露鄙夷，他的话让所有人都赞同起来，我却摇头，掏出手机给助理发了一条信息，取消听风科技合作资格，而后对着他们，我先走一步。不过沈旭东，你让我很失望，风展集团是不会跟你合作的。沈旭东怒了，陆展，你死心吧，不管你怎么嘴硬，我都比你强，静文也不会喜欢你的。话音刚落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不用看我都知道什么内容。下一秒，他接通电话，顿时脸色突变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沈旭东的咆哮。我不信。等我来到停车场，陈元追了出来。陆展，送我一程吧，顺便谈谈入职的事。我刚要答应，梁静文和沈旭东跟出来，两人看见我，眼神充满了凌厉。陆展，你到底说了什么？为什么风展取消合作了？沈旭东似乎还没想通，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？我掏出车钥匙按了一下，不远处的车灯亮了，看见那辆宝马，他松了一口气。我就说，你怎么可能是决策者，租辆宝马来参加订婚宴？我坐上车，系好安全带才开口。沈旭东，8年前你对我做的那些事，我都记得。这次我要让你看清楚，你就是个垃圾。听风科技不止被取消合作资格，未来我还要你输得彻底。你少废话，输？如果我输，我跪下来求你。好，就从他开始。我指着梁静文，我赌梁静文不会嫁给你。我驾车离开，离得老远，还能看见沈旭东在背后无能狂怒。身旁的陈元一脸狐疑看着我，你该不会对他还念念不忘吧？当初那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事后梁静文还大肆宣传，所有人都嘲笑我不自量力。我确实对他念念不忘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造成的伤害。我笑了起来，确实，但不是爱情。我要记住他们给我带来的痛。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类人，一人跌下神坛，另外一人不会陪他共苦的。你看着好了，不出3个月，他一定会抛弃沈旭东，另攀高枝。陈元挑挑眉头，你对他倒是了解。我自嘲一笑，那是自然，毕竟追了6年。陈元尴尬不已，我们还是来谈谈合作的事情。你信我？当然了，高中刚刚转过来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对自己的目标很执着。风展集团的 logo 我看见过，你以前在高中课本上画过。闻言，我真的惊讶，没想到他居然连这个都注意过。我笑了笑，递过去一张名片，他看见以后顿时震惊了。你是风展集团的老板？
毕业之后自己创业，家里头又给了点，没想到一做就做到了这个份上。陈元冲我竖起大拇指，原来你才是大佬，沈旭东跟你作对，那岂不是死得很难看？你该不会是想要报复他吧？我不以为然，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，何况听风科技不似传闻中的那么风光。你怎么看？陈元沉声道，听风科技步子大，发展迅速，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发展太快了，后劲不足，他们目前的产品有些脱离实际，下沉市场不够，而且升级只是噱头，没有创新。没想到陈元居然看得这么透彻，我挺满意，他对市场的敏锐度还是可以的。明天上午10点带上你的设计作品过来找我。好，跟陈元定了时间，把他送回家之后，我拐了弯就回到了自己的别墅。这么多年来，其实我早就已经放下了，如果不是因为梁静文还记得给我发一张请柬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过来的。可没有想到，他们还是不知错。回到家以后，我打开手机才看见，以前的同学群里面早就已经炸开了锅。你们看看，陆展现在狂得没边了，居然在订婚宴上说这种话。陆展，你是不是对梁静文还念念不忘呢？就算这样，你也不能把人家订婚宴给毁了。静文都哭了。陆展，你可真不是个玩意儿！陆展，快出来道歉！沈旭东已经发话了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话说陆展是不是在风展？咱们有没有在风展集团工作的人？此时陈元出头，陆展是创始人，顿时大伙都笑了起来。陈元，你可真会想，他要是创始人，我就老总，对，我还是董事长呢。谁不知道风展的老板开的是玛莎拉蒂，陆展开的是20几万的宝马，不会是租的吧？众人又是一通嘲笑。我躺在床上，只是点了那几个跳得最狠的人，明天你们就会知道了。大伙不屑一顾，对我又是一通口诛笔伐，我没当回事。而梁静文一直都没露头，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平静的。第二天一早起来去了公司，助理看着我欲言又止，我紧紧皱着眉头。怎么了？听风科技拿到深城商会的名额，3天后的商务会议他们也会参加，而且有个关于您的帖子。他发给我一个链接，点开以后赫然是一篇小作文，洋洋洒洒几千字。故事的主角是梁静文和沈旭东，而我是那个意图搅乱他们订婚宴的罪魁祸首。视频经过剪辑，将我塑造成一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。梁静文还放出当年我给他写的情书，说我对他念念不忘，现在混得不如沈旭东，就因爱生恨大闹，订婚宴现场杯盘狼藉。而女主角梁静文眼睛都红了，依偎在沈旭东的怀里，这2个人郎才女貌，而我这个罪魁祸首，死亡角度下被拍得猥琐不已。我斜靠在沙发上，看着网友对我口诛笔伐，大肆抹黑，他们都没发现我的身份。也是那种角度下，我只露出半张脸，又换了衣服，谁能认得出来？只是有人点名说我叫陆展，因此助理才发现的。助理气不过，老板，这些人是不是有病？您现在家大业大的，用得着这样？他们居然说你那辆宝马是租来的，我不以为然，找律师锁定 IP， 直接起诉就行了。助理连连点头，我本来就没当回事。再说了，这都是这些人意淫来的。谁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？没必要为了这种事影响我的心情。倒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合作的事情。风展集团发展到现在，业务大部分都是在首都，现在回到了家乡，我是想着要大展身手的。
但是奈何有些人就是不爽，非要挡我的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只是个小插曲，他们拿到了商会的名额，我一点都不奇怪，毕竟本地商会的名额，只要有钱就能进去。可是3天之后的商务会议，我要让沈旭东看看究竟谁才能够在这个地方说了算。不过还没等到开会那一天，我的身份就被扒了出来。原因是陈元看见这篇帖子的时候，顿时愤愤不平，在底下开骂：这是风展的老板陆展，什么时候混得不如人了？听风科技还要求着风展呢，他是受邀参加订婚宴的，倒是你们这群人对他冷嘲热讽的，现在还有脸颠倒黑白。陈元气不过，而我的员工也看见了，顿时顶了上去。这篇帖子很快上了热搜，吃到大瓜了。上市公司老板跟科技公司共同搭楼，这个女的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这么吃香？陆展追了她6年都没追到手，大概是因爱成恨了。我的天，这女的长得的确好看，可是也没必要念念不忘吧？陆展真的是风展的创始人吗？很快有人亮出了我们公司官网中的照片，虽然原视频中我的脸只有半边，可辨认度还是很强的。我的员工还在底下回帖子，那辆宝马车是老板创业的时候买的，现在他的座驾是玛莎拉蒂。那天就是不想伤了你们的自尊心，所以才会低调一点的，没想到被你们狗眼看人低。听风科技彻底与我司无缘，所以以后拜托你们理性吃瓜，不要得罪任何一个低调的大佬。网友们纷纷津津乐道，这是把自己的财神爷往外赶。不知道那女的到底后悔没有？风展的产品我也在用，向来很好，倒是听风科技以前的产品我也买过，感觉就是模仿抄袭，没有创意。一时间2家公司火了，连带着我们的产品销量都上升了，甚至有记者联系我，让我谈谈订婚宴的事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在官微上发了一句，确实念念不忘，只因为伤害够深。PS 我记仇，既然要火，就更火一些吧。当年的真相我不说，自然有人帮我说。陈元已经顺利通过我们集团的审核，正式加入。他虽然不知道真相，可是也晓得当时沈旭东拿着我的情书，在班里头大肆宣读并且分析的事情。他们小圈子里很多人，陈元跟其中一人还是朋友。看到我在官微上发的一句话之后，陈元立马跟帖。老板是个长情的人，追了梁静文6年，给他写情书，沈旭东当中间人，结果利用了他，将情书内容公布于众，还大肆嘲笑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那2个人的游戏。陈元还找了以前的知情人，现在因为我的身份，有不少人想要讨好我，因此纷纷对我道歉，出来作证。就连同学群里面也转了个风向，陆展你真的是风展的老板，真是对不住，那一天是我们唐突了。陆展对不起，改天出来一起吃饭喝酒啊。陆展我真是不懂事，先自扇2耳光。陆老板加个微信吧，有些生意想跟你谈。看见同学群里的这些烦人的信息，我退了群，等着沈旭东自己过来。网上的事情越演越烈，沈旭东大概也知道我是占了上风的，网友们把他骂的门都不敢出。梁静文自然也受影响，梁家跟沈家比起来那是差远了，因为少年情谊，所以梁静文才能够跟沈旭东订婚。但是对于沈家的生意，他是一点都帮不上忙。现在沈旭东人品崩裂，梁静文这个罪魁祸首比沈旭东还要害怕，他找上了我。陆展加班刚出来，
我就看见了梁静文。她一袭白色长裙，站在公司大厅，眉眼弯弯的样子，跟高中时期相差无几，只是眼里的精明一如既往。还记得那天，她坐在沈旭东的怀里，肆意嘲笑我的真心，少年时的怦然心动，被那嘲讽的眼神扎得支离破碎。现在的我心里头毫无波澜。有事，梁静文上前一步，楚楚可怜。陆展，我真没想到你是风展的老板。我看了 logo， 你还记得我的最爱？那时候我打断了他，不用跟我说过去，我不想听。梁静文，我和你的过往其实没那么美好。至于这个 logo 是我设计的，你也只是顺口敷衍说喜欢。我设计的是风筝，肆意飞扬，但是不会脱离原则。曾经我希望它会是那根牵挂我的风筝线，可是现在看来，那根线差一点把我勒死。我用这个标志提醒自己，陆展，你不管飞得多远，总要有底线的。梁静文的脸色变了变，捏紧了拳头，渲然欲泣。陆展，是我不对，旭东他骗了我，他不是人。你看，他拉开裙摆下的腿，上面满是伤痕。我一点都不意外，苦肉计而已。我说过的，你们两个定不成婚。梁静文的脸上顿时一喜。陆展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是什么让你生出了这种心思，觉得我还能看得上你？你也配？梁静文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陆展，你追了我6年，我发了请柬你就过来，我不信你心里没有我，所以把我当成傻子一样耍好玩吗？践踏我的真心，踩着我的尊严往上爬。你真的觉得那时候的事，一句不懂事就能解决了？我脸上满是讥讽。不过我还要多谢你，不是你们的刺激，我也不可能有现在。但要我放过你们，不可能。说完，我起身离开，而梁静文在后面捏紧了拳头，一动不动。我以为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他不会再来找我。可我没有想到，第二天我妈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回家吃饭。刚到家就看见梁静文坐在客厅里，跟我妈有说有笑。见我来了，我妈赶紧招呼我：“阿展，你快看谁来了。”小时候的邻居，你还记得吧？没想到长这么大，这么漂亮了。我看着梁静文，见她懂事乖巧，坐在我妈身边，低眉顺眼的样子，觉得异常恶心。梁静文局促不安：“阿姨，陆展对我可能有些误会，昨天我们就见过面了。什么误会不误会的呀？这么多年的邻居了，当初陆展转学，还是你率先跟他交朋友的。阿展，快去把菜端过来，一起吃个饭。”我妈平时不怎么上网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关注到这些，还当梁静文是当初那个眉眼弯弯、爽朗热情的小女孩呢。我将菜都端了上来，梁静文坐在我的对面，笑盈盈的给我夹了一块排骨。陆展，你多吃点，看你都瘦了，是吗？小人作祟，把当年我转学的事情给扒了出来，让我想起了当初的那些恶心的事，所以呀，我没睡好。闻言，梁静文的脸顿时沉了下来，她有些慌张，眼神恳求我不要说出来。我妈关切不已：“怎么，出了什么事啊？”“阿姨，陆展一定是开玩笑的。”我正色道：“不是，我没有开玩笑。梁静文，请你离开我的家。”“陆展！”我妈生气了：“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妈，当初搬家你不是问过为什么吗？原因就是他。”我妈愣住了，明显想到了那年夏天，我回房间红着眼睛，砸了他送给我的所有礼物，硬是逼着他们搬家远离。此时，我妈平静地放下筷子，对着梁静文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想我还是不招待了。”梁静文傻眼了，而我打开了大门，让他出去。
他站在门口欲言又止，我毫不留情地将门关上。我妈看着我抱住了我，陆展，是时候跟过去和解了。妈，我早就已经放下了，只是有些人是要遭报应的，我不过推一把罢了。放心，我能处理好。我没说太多，我妈这么聪明，自然能够找到真相。但是正如她所说，我已经放下了，现如今就要把风展集团经营好就可以了。沈旭东那样的人，我稍微动动手指头，他都爬不起来，我又何必自降身价呢？梁静文回去之后，倒是没有再多说什么，也没来找我了。后面陈元告诉我，沈旭东和梁静文解除婚约，是梁静文先提出来的。据说两家闹得不欢而散，梁静文更是被沈旭东打了。看见他发来的照片，我不由得失笑。我给陈元安排了新任务，务必拿下新项目，彻底挤压听风科技市场。作为设计师，他的实力我信得过。陈元也没有让我失望。申城开展招商会时，我带着项目部的人去了现场。风展集团的展示还有新产品发布会同时进行。展会现场，我们出尽了风头，一举拿下多项投资。我也被人群围在中间，无暇顾及其他。等到闲下来时，沈旭东来了。陈元提醒我，沈旭东要见你，肯定是来求你的。要见面吗？还是我把他打发了，让他过来吧。时至今日，我的心境已经很平和了。占领市场，成为业内第一，是我的目标，一向就没有变过。才短短1个月，沈旭东憔悴不已，和订婚宴上的意气风发截然不同。陆展，你赢了。我看着他，想到那年夏天，也是同样的位置，只是主角变成了我。浪费时间想来见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3个字，不好意思。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就这几句话，便让他脸色涨红。陆展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如果不是你家里条件好，你出生就在罗马，你怎么可能会赢？所以呢？所以当初我知道你喜欢梁静文之后，就想看看傅少爷是不是会如同普通人一样。果然，你被家里保护得太好了，那么单纯。我稍微对你勾勾手指头，你就对我俯首称臣，跟我交根交底。梁静文也是一样贱，明明已经跟了我，还时不时地想起你。现在你很得意吧？我事业毁了，爱情也没了，你反倒成了不可高攀的顶峰。沈旭东眼眸猩红，而我则觉得他十分可怜。当初我是真把他当成朋友的，和他无话不谈。少年时的情谊不以利益为目标，我和他只是出于志同道合成了好友，可没有想到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。沈旭东，你可以出去了，我们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下了逐客令，沈旭东却突然冲到了我跟前，捏紧了拳头。陆展，我错了。他紧咬牙根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可以给你下跪。我凝视着面前的这个人，他也才30岁不到，能有这样的起点已经很不错了。现在要给我下跪，神情中带着一丝不甘，还有一些兴奋。我好整以暇看着他，那你跪吧。他一脸震惊，随即不动声色后退2步，眼里闪烁，看他做事要跪下。我笑了，别演了，你就是笃定了我会心软，所以才会这样的吧？而且那边的人是不是还调好了手机，打算随时拍摄下来，到时候发到网上，就说我陆展逼你下跪。现在仇富这么严重，到那时公司风评受到影响，我反倒被你们掐住了喉咙，对不对？沈旭东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，我嗤笑一声，这都是以前玩剩下来的了，你真没创意，人也是，公司也是。沈旭东被我戳穿了，
顿时恼羞成怒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有个好爹？是啊，你有这样的爹，你会不利用手边的资源吗？大家都是一样的。”我挥挥手让他离开。沈旭东，我不会找你的麻烦，因为你在我这还不够格。我轻轻晃动着手指。沈旭东翕动嘴唇，什么话都没说出来，只是走出去时身形踉跄。他早该知道的，失败者没有资格质疑，因为我早就放下他。随后陈元进来，看见他的背影，不由得唏嘘。听说沈旭东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今天的会议他一个订单都没有接到。听风科技的产品被人差评无数，还有人找出了他们产品的致命弱点，现在各大博主都在测评呢。不出意外，他要凉了。我一点都不意外。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，将市面上同等产品全部都买来测试了一遍。听风科技的产品一开始是作为竞品存在的，可是我早就发现了不足之处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想着要跟他对着干。在我看来，一个只会抄袭的人压根就不配做我的对手。现在看来，我当时的预想和判断是正确的。我示意陈元赶紧收拾资料，咱们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占领市场靠的是质量，还有口碑。那些无关紧要的花边新闻还是不要太过在意了。陈元忙得脚不沾地，有的时候还会跟我抱怨，说上了贼船了。我笑了笑，给他掌心，让他发挥最大的潜力。商人重利，前提是看到一个人的实力。我跟陈元并肩作战，不到1年时间就牢牢下沉市场，站稳脚跟了。庆功宴上，我跟陈元求了婚。这个圆脸的姑娘，她是能干、善解人意、情绪稳定，最重要的是她从一开始她就站在我这边，从来没有被人左右。官宣的时候，有人给我发了一条邮件，我打开一看是梁静文，嗤笑一声，直接删除。不用看也知道，不过就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道歉。听说他们家人逼着她嫁给一个富二代，彩礼能够给到500万，同时还能买楼，但是她作为花瓶要陪着老公四处出席酒局。梁静文应该是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吧，毕竟她向来是个攀高枝的人啊。最后一次见到梁静文是在一次应酬上，我搂着陈元出现的时候，梁静文被她的老公拽着跌跌撞撞来到我的面前，给我敬酒。她老公是底下的一个供应商，此时正极力讨好我。梁静文脸色苍白看着我，唯唯诺诺。一段时间不见，早已经没了以前的风采。那个眉眼弯弯爱笑的女孩，现在被生活搓磨得憔悴不已，浓妆都盖不住她的疲惫。我也只是扬了扬酒杯，并没多说什么。排着队跟我喝酒的人多了去了，他们确实排不上号。后面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至于沈旭东，听风科技只支撑了不到半年就宣告破产，消费者纷纷投诉，因为产品存在缺陷，召回损失不计其数。沈旭东被沈家放弃，自己承担所有责任。最后一次知道他消息的时候，是我跟陈元结婚时，他拿着手机给我看，同学群里沈旭东正在群里卖力地发传单，宣传他们公司。不出意外，收获了一堆嘲讽，这情景何曾相似。我拿过他的手机，直接退了群。陈元笑了起来，怎么还记仇啊？不，只是觉得没必要。大喜的日子别看这些。陈元笑笑依偎在我的怀里，我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。一个志同道合的姑娘将与我并肩作战，驰骋商海。那年夏天的痛终于被他抚平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
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